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们之前看过我的视频的话，应该都已经知道我是从马来西亚来到澳洲继续升学的医学生。所以我之前是读 IMU 的，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私立大学，然后我就从那边转学来到澳洲。继续我的那个 clinical phase， 就我会在澳洲再读另外2年。目前在澳洲已经留学了差不多5个月，在这个5个月我真的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高低，然后就今天在这个视频就想要分享，到底在外国留学英语到底重不重要？我觉得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不是很能够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，可是现在当我来到了澳洲，然后经历了这个5个月过后，我就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到底在这边是怎样的，然后就也可以分享一些困难、一些经验这样子的。所以当你们来这边之前，你们就可以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。关于我的话，我从小到大的第一个语言就是华语，在家也是讲华语，然后小学、中学都是读华校的。我觉得就在小学跟中学学的英文，如果你没有上额外的课，就是没有去上额外的英语补习班，没有额外在阅读英文书籍，很少接触英文的话，你单单只是 focus 在小学跟中学的英文我觉得是不够的。因为虽然在中学跟小学我的英文的成绩都不是说很差，可是当我毕业过后，真正的进了 university 过后，大多数的东西都是用英文来学的，就是 presentation， 然后课本 slides 那种，就是上课的那种资料都是英文的。之前是很喜欢读中文的书籍，就是小说都是读华语的，然后过后发现到英文的重要性过后，我就开始阅读英文书籍，从那种讲中文的那种系改去那种英文系，所以我可以说大部分我的英语是从看戏、看 YouTube，看书学的。就口语的话，我都是很少去练习，就我身边的人都是会讲华语，然后我自己也是 choose to stay 在我的 comfort zone， 就是继续使用华语来沟通，因为华语都是我的第一个语言嘛。当我刚来到澳洲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单单只想听明白他们当地人说什么也是一个问题，因为他们的口音真的是很不一样。然后我来的是澳洲嘛，澳洲的口音跟英国和美国的口音是不一样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他们说话也是速度会比较快一点，比起在戏的话，你还有那种subtitle 在下面。你如果跟不到的话，你还是可以看 subtitle。就在现实生活中来真正的在听他们沟通的时候是没有 subtitle， 然后就说话速度也是不一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那种方式，所以有些人说话会比较快，有些人就会比较慢。比较慢的话我就会还好，还可以 catch 到。如果是比较快的那种就会 miss 掉很多东西。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hospital rotation， 我那时候我的 supervisor 就是教我的那个医生，他和我说10句，我只听得到5句，就那时候是真的很 depressing。我那时候就来我这样子的话，我要怎样子在这个环境下生存？我那时候很不好意思打断他们的 conversation， 然后跟他们说我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。然后过后我就发现到其实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，我是不能学到东西，然后很难学到东西。因为要成为一个医生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要一个很好的 listening skill。之前我的 IELTS 虽然 listening 是拿满分的，不是要炫耀还是什么，可是来到了这边，我真的只是就真的是很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的考试就是要听patient 讲话，然后听病人给我们的一些资料，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就会遇到困难，或者是你在医院跟病人说话的话，他们跟你讲的东西你就会很难 catch 不到这样子，然后你就会 miss 掉一些很重要的资料，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你的诊断，或者是你formulate 你的 diagnosis 的那种process。
过后我就开始慢慢很像来，真的如果不明白的话，我就会打断那个 conversation， 我会跟他们讲，我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，like sometimes I'm having trouble understanding what you're trying to tell me。这边的人都很友善，然后他们都很愿意的在重复他们讲的东西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准备到一个国家，像英国、美国、澳洲留学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就可以从手机上面选一些 podcast 来听。就如果你想要去澳洲留学的话，就选择那种澳洲的 podcast， 然后如果想要去英国的话，就选那种英国的那种podcast， 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 slang， 还有不同的口音。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子刚刚到那个地方，然后觉得自己很像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的话，其实都是很正常的。我可以说来，我刚刚到这边，然后还有在5个月过后，发现自己真的是在听力上面是进步了蛮多的。因为个事情就是我不得不承认，从一个不用英文来沟通到被逼用英文来沟通的那个环境下，真的是有一点可怕。来到一个用英文来沟通的国家，然后被逼要用英文来沟通，才是能真正练习英文口语的一个机会。因为我都很不习惯说英文，所以我都会很害怕的去用英文来沟通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要 present 我的 long case 给supervisor 的时候，然后我通常都是会那样准备一个稿，一个 script 这样的东西。我 present 的时候，我的 supervisor 跟我说，他不要我用我的 script 来 present 这个 case。我就直接头脑就是想不到东西，就真的是不能很顺的去 present 那个 case， 然后我就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 experience。我还记得我 supervisor 还建议我就拿一个 gap year， 然后好好的去习惯在澳洲和别人沟通的那种方式。我自己觉得我本身如果是说普通英文的话，就是像一个就是 informal 的那种 conversation 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是说那种 formal 的 conversation， 对我来说的话，我是遇到了一点困难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外国留学的话，我觉得 formal 跟 informal conversation 两个都很重要，然后两个都要一起学。就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，所以我想要跟你们讲，然后所以你们可以早一点准备，然后早一点知道要做什么来 what to expect when you come here。 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所以在不必要的时候我也不会去主动去和人家说话，也是会因为面子的问题，然后觉得不想要给人家知道我的英文说的没那么好，就会有那种 grammar mistake， 然后会有那种很像用错字之类这样的东西。怎样子去放下这个面子，就是我一直和我自己说，在1个星期之后人家都不会记得你说过什么东西，或者是说错过什么东西。如果真的那些人改了你，或者是跟你说你不应该用这个字，或者是改了你的 grammar mistake 的话，我觉得对你也是有好处的。虽然你会觉得当下做错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很害羞，就是很不好意思，就是因为你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所以你下次就会 try to avoid 这个 mistake。如果你问我的话，出国的话英文到底重不重要，我是会说英文很重要，就是在和别人沟通方面，在你的课业上，英文都是很重要。之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都是很像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过就好，reach 到 requirement 就好。就 IELTS 的话，达到 requirement 就足够了。真正来到外国了，才发现到英文其实真的很重要，真的是要运用那个语言，你才能进步。可是如果你的英文基础像我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讲好的话，来到外国了，你要在这个被逼说英文的环境下学英文，我觉得那个 efficacy 那个效果会更好。所以不要气馁，不要灰心。如果你现在英文没有讲好的话，你还是可以学。然后你来到外国了，英文也是没有讲好的话，跟我一样，你还是可以学。
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我在澳洲留学的经验，可以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点一个赞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所以我这个星期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